前段时间，很多朋友都想让我发《使命召唤18》的视频，其实我早就录好了素材，但这几天一直忙着制作高质量视频，直到比测结束也没发出来。在测试的那几天，我玩的最多的就是突击兵和狙击手，而我手中这一把就是2战名枪 STG44 了。同时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我直接使用了机瞄，感觉这样可以更快的瞄准目标。实际上，直到测试结束，这游戏给我的感觉吧，怎么说呢？印象不是很好，因为初次安装就干掉了我的显卡驱动，让我差一点伤心的把3080挖个坑埋了。同时，比起前作，它还处处透着一股操作上的别扭劲儿。但好在，我对任何 FPS 游戏的适应性都非常优秀，所以其实这一局一直是我在欺负别人。那么接下来，咱们来一段轻松的音乐，共同欣赏一下属于一名业余玩家的不算很菜的枪战水平吧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经过一段简单的防御战，我10连杀解锁了3个击杀奖励，其中最上面的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搞笑。这个技能是什么呢？它允许我们放出一群狗去随机撕咬敌人。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仗狗势，打不过就放狗咬死你。好像又来人了，怎么就不长记性了？把门关上，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开门声提前警觉。在这张地图中，这个平台是争夺最激烈的地方，也是这整个小战场中最佳的制高点，所以根本不愁找不到敌人。但是像我这样一个人就能占据此处的情况可是不多见，足见我的射击水平已经达到了入门标准。他们的进攻很猛烈，幸亏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生成一箱弹药，而这段破墙就是我最倚重的掩体了，是我孤身生存下去的保障。听，木门开了。好吧，18连杀最终还是败给了狙击手。哼，别把我打急眼了，我还有一群2哈没放出去呢。再次复活，我满脸茫然，不太清楚这是什么地方。我很想再去找我那个平台，然而一片突兀的血光之下，我帽子渣都没剩下。哦天哪，原来是被这玩意儿穿死了。我也有这个技能，一会儿也要撕裂别人。趁没人注意，我再次冲向我的专属平台，这可能是这整个地图中我最熟悉的地方了。那么接下来这片战场将继续由我掌控。有个小坏蛋。哦对了，趁暂时没人打搅，关门放狗。狗狗们冲上去咬死他们。瞧，这么快就见效了，我的狗儿轻松把我收获一杀。其实吧，我感觉被狗咬死应该是这款游戏中最憋屈的死法了吧。听到了吗？远处仍然不时传出狗叫声，我的狗儿还在行动，追着敌人上蹿下跳。来，也试一下我的重机枪。
这玩意儿看着就挺沉的，得去找个目标。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哎呀，后坐力老大了，而且还没啥准头，所以这枪大约是只能近战了。又来一个，我扫死你！不得不说，真的好爽。最后20来发送给他了。听到了吗？这粗壮的喘气声还蛮真实的。嘘，我听到有人到了拐角了。运气不错，又来一个。看到了吗？我真的太厉害了，我。那么这一局我一共获得25杀，先这样吧，还有点时间，再给大家看一下玩具的素材。关于《使命召唤18》的狙击怎么说呢？我玩起来有些头晕，特别是开镜的时候，我感觉可能是为了真实还原武器的本来性能，但实际的结果是，哪怕我用着270赫兹的高刷新显示器，也有了一种晕3D的感觉，或者说的确切一点，我晕这个镜子。不过如前面所说，我对一切 FPS 游戏的适应性都挺强的，所以只用了2局我就适应了过来，基本也能做到一枪一命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毕竟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体验，人家游戏还没正式发布，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。不过就个人而言，我更加期待的还是战地2042，毕竟作为一名狙击手，我需要更加广阔的射击空间。